成精了是吧？专门往我家搬垃圾。还没完没了了。那么能装是吧？我看你还能装多少？将军，军中断药，连消毒的酒都没有，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。将军，再拖下去，镇关守不了多久了。若是我们这2万将士从后方突围，或许突围，镇关失守，蛮族南下，大齐国3000万子民将生灵涂炭，我怎能弃城而逃？将军，离开吧，狗皇帝不值得您把命葬送在这儿。这是水！将军，是水，真的是水！叶小姐，您家是不是没关水龙头？物业后台显示，您家1天之内用了100多吨水，再联系不上您，我们就要报警了。什么？没了，100多吨水就这么没了。能吞水，那能吞饭吗？哇哦，真能吃啊你！将军，是米，是金贵的大米饭。李叔，拿去熬成粥，所有将士与我一同食用。带回家去，给挨饿的家人补补身子。将军，您家也断粮了，我们喝口粥就满足了。这是命令，神仙会再次食物，快去！将军，求您救救我儿，他爹要拿他去换吃的。爹，我再也不吃东西了，求你别换掉我。少来这套，换来的肉汤你喝的比谁都多。将军饶命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拉去充军。将军，求您护佑我的孙女，这些草根我都给你。我守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满城的白骨，还是吃人的地狱？神明在上，弟子战城中，求您赐下水与食，救镇关10万军民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除了运垃圾，你还会干嘛？行，你做初一，我做15。吃，让你吃个够够！再敢吐垃圾，地下室关禁闭！将军，是盐，这菜根里有盐啊！是肉，将军，是冻肉，好多肉！白花花的盐，神仙用的盐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又来。大启初元3年，古代，所以这些不是垃圾，是来自古代的求救信。你好，我不是神明，我叫叶母母，是一个普通女生，请不要再往我家里溜带血的东西了，很难清理。你说镇关缺水缺粮，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神明所用的纸竟如此洁白。不，您就是神，是我的神。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有救了！镇关10万人，有救了！10万人，就算我是富二代，也养不起啊！豁出去了，我是不是疯了？花180万去救素未谋面的古人，爸妈要是还在，肯定会骂我傻。宁关侯，你这人能处，有事是真给
10万人、100万人我也养了。好香，好软，是甜的。有水了！夜幕路，我的神明，谢谢你。魏哥，那姓战的将军府里肯定有粮。刘四那傻子已经被我忽悠去闹事了。全送去军营开火熬粥，先让将士吃上。是。1个时辰后，让百姓排队取水。是将军。请众位移步将军府后门，1个时辰后放水，不限人数，大家去排队打水，先到先得。你说什么？哑巴说他看清了将军府里人的口型。说什么了？将军府还有300斤大米，50斤白面，要拿去军营。300斤，魏哥，够咱们兄弟吃好几个月了，咱们半道把他抢了。再等等，还等？小刘都快饿死了。你没看见刘四怎么死的？战成荫是杀人如麻的大将军，想找死吗？我去军营匀点粥出来，你们继续盯紧将军府。淼淼，怎么不接哥的电话？乔哥哥给你带谁来了？有事？给你介绍个对象，王总，华王集团的大老板，上个月刚离婚，黄金单身汉。你就是老叶的闺女，长得不错，我看上你了。晚上就上我家去住。我妈不喜欢外人，家里所有卫生、洗衣做饭你都得打理好。我儿子天天带女朋友回来，你记得伺候好。要是让我儿子生气了，我饶不了你。让我一个千金小姐去给你家当保姆，还得伺候你儿子和他女朋友，神经病！你跑什么？你爸妈不在了，婚事就该长辈做主，彩礼都谈好了，这事由不得你。我爸妈的死跟你们脱不了干系，还想做我的主，惹急了我，让你们全家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。好啊，非得撕破脸是吧？王总，他名下可是有富力集团36%的股份，这笔利益足够拿下了。小丫头片子，给你活路你不走，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拐卖妇女？误会，全是误会，她是我堂妹，我还能害她不成？警察同志，我只是和小姑娘在相亲，没别的意思。姑娘，你还好吧？不太好。看上了？款式是古的，材质不是金的，但看起来又像真货。哦，何以见得？您这里收古董吗？东西呢？给我看看。这是2000多年前的物件，好东西啊，各大博物馆都没有。这是我见过最早的掐丝镂空镶嵌工艺的黄金酒醉。等等，底下还有字。大启御用，大启国，竟然真的有大启国。史书上没有记载，但野史有。大启国只存在了50年。50年，那他最后还是……这酒赞值多少钱？200万，2000万，2个亿，2个亿是保守价。国内从未出现过大启国的古董。野史记载，大启曾出现过一位堪比冠军侯霍去病的大将军。野史对大启的描写全是贬义，奸臣当道，帝王傀儡，
天降旱祸，民不聊生，但唯独对那位大将军全是褒义词，比你天降飞龙。那位大将军叫什么？他20岁封侯拜相，被封一品宁关侯，死时才21岁。他死后没多久，大齐国就覆灭了。他叫战成印。宁关侯，叫我神明，与我同行，给我金子的是宁关侯。小友，你若有一双，我能出价到5个亿。战成玄年纪轻轻就死了，太可惜了。我有2只，5个亿，少了。是了，品相极好的一对酒增。出价多少？我要现钱，顶格出。6个亿。这老先生出不起，我去隔壁问问。等等，我没有这么多现钱，你等半小时，我叫人合股。你还有一只九舅，太美妙了！2000年前的大齐国竟有如此工艺。若是宁关侯战成超没那么早死，他会带领大齐诛灭6国，抵御蛮夷，天妒英才啊！小姑娘，6个亿，我们要了！现金可以。 X 银行到账6万元。你若还有大齐国的物件，我们能给出正确估价。好，会再找你们。我有感觉，他还有大齐国的古董，且数量不少。这酒樽品相完美，不像是出土的，倒像是家里一直保存了1000年之久。你得备足够多的钱。白菜、包菜、萝卜、土豆、玉米，我全要了。姑娘，全卖给你，我1斤便宜几毛，我的也全要了吧。按这个地址拉去仓库，纱布、酒精、手术刀、缝合线、消炎药、止血药，你们店里有的我全要。思念远方牵挂，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了离开这乌罗旁，我与月来闲暇，梦里秋千，我哭诉情爱的路马，就菩萨保佑我俩，不停在我的地方，几首华服，还是单亲心啊，对你的爱越来越近了。造化动人，缘分运作两场。天启，把所有军医都找来。将军，神明送药来了。真的吗？有药，受伤的兄弟们就有救了。破伤风，这是何药？青霉素。将军，你看，这材质比黑铁还硬，若是打制成剑，定是世上最锋利的剑。此乃神赐之物，所有人都要学习。将军，神赐之书竟还有教如何作战的。将军，可否赐下属一套？拿去吧，每人一套。谢谢将军。有，我们有药了，终于有药了，士兵们有救了。将军，这些消毒药剂是？神明送来的不只是药，还有最先进的医学技术。将军，有治疗瘟疫的药方，有了这本书，大齐国的医者再也不会对瘟疫束手无策了。宋军医，
你拿回去研究。还有这些药物使用说明，上面应当都刻印了。这里还有词典和菜道表，每人一份。尽快了解这些药物的使用方法，多挽救一条士兵的性命，便是多一分胜算。快，把花瓶挪到院处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多品种的菜，这简直是神仙日子！是鱼，是鱼肉！将军，京城急报！将军，京城递来何消息？他娘的，不给粮，不给水，没有救援，还让老子们死守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将军，真的没有救援吗？徐怀将军的10万人兵马就在几百里外，小皇帝竟不下令救援，还要眼睁睁看着战家军全军覆没吗？将军，您是想向徐怀将军借兵，他向来愚忠，未必会帮我们。给他带去些粮食，让他的属下呈给他。将军，此事末将去办，一定把信送到。米良趁夜色送去军营，记住，封锁消息。是。大米是整整200袋大米。赶紧吃，吃了饭才去军营。是甜的。小声点，先把这些东西搬去军营。今日货物已送完，还有什么需要的？谢谢神明，这些够将士们吃1个月了。怎么可能够？士兵们天天喝抽，怎有力气退敌？不用担心缺粮，我钱够多。你们没有大锅吧？我马上去买，买到就送过去。将军，这金刚若是锻造成武器，定能削铁如泥，用来做饭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将军，只需您一声令下，末将便找人将他们熔了，锻造兵器。每日2餐，1荤1素。多谢神仙，末将若能顿顿吃上大米饭，死也值了。好香，好大一条鱼。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吗？神仙的日子过得比小皇帝还要美啊！给林将军和陈奎将军各留一份，剩下大家一起吃了。将军，物资被流民打劫了！上代流民把物资拦截在巷子尽头，林将军他们被困住了。去后巷架锅煮面。是。强梁，再无迟迟，我们终究难逃一死。粮仓充裕，为何偏偏让底层百姓身陷绝境？我靠！老子守城杀敌，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竟敢抢军粮！全都住手！大将军，我死了不要紧，求你给我孩子一口吃的，他快饿死了！抢夺军粮，一律处斩！来人，把他们全关起来！是。所有抢劫者缴械，押到军营充军，在车前拦路者收拾尸体，登记劳作抵罪。传令下去，将军府后巷架锅煮面，全城百姓排队，每人都能领到1碗面。我谢将军不杀之恩，我等自愿投入军营，万死不辞。撤退。威哥，将军府一定藏有大量粮食，太好了，简直太好了！
今天这些人全是你喊来的。嘿嘿嘿，魏哥，你不想让大家吃饱？将军府已经开仓放粮，有什么用？你想不想赚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？镇关被围死了，你能把粮食卖到哪儿去？你和蛮族有联系？魏哥，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是生意人。你是蛮族细作，给你1晚上时间考虑，若不从，你活不到明天。天亮之前给我答复。多谢将军开仓放粮，多谢将军救命之恩，多谢将军救我们祖孙俩。老范没什么拿得出手的，求将军收下。从今以后，大家不用再吃草根树皮了，有吃的了，我们能活下去了。将军府每日熬粥供2顿，大家再也不用饿肚子。但修补城墙、重建房屋、打造兵器，都需要全城百姓劳作，大家可愿意？愿意！我去休息了，明天会把剩下的1800袋大米送到。还缺什么和我说。将军，您忙了一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因已开设粥棚，全城百姓正在排队领粥。这些礼物都是百姓们为了感谢神明的恩赐所献上的贡品，希望神明不要嫌弃。这些可都是真正的古董，价值连城啊！我怎么会嫌弃？蛮族迟早会得到消息，届时一定会发动更加疯狂的进攻。蛮族是吧？我看你能不能攻进来。水泥和沙子要按照这个比例，再加水活人。神物简直是神迹！被现代科技震惊到了吧 ？iPad 又叫平板电脑，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电子产品，有摄像功能。你慢慢摸索，拍下镇关环境传给我，我才知道你们缺少什么。镇关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光秃秃一片，举目四望全是赤红焦土。木炭必须送，还有更多的粮食。好险，差点撞到人。你个丧门星，下来，马上跟我去紧急车啊！下来，不然你这辈子别想再进叶家大门。随便，你家房子车子都是我爸买的，欠条还债，通通给我还回来。马料50袋，糯米粉全要了，大米面粉各30袋。好嘞！泡面已经煮完了，面条还剩下1/3，150袋大米和50袋面粉已经运去了军营，将军府只剩下50袋大米，剩下的这些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神明什么时候才会再送大米过来？将军，是马料，军马有救了！神明的马比咱们人吃的还好啊！这些糯米烧成汁，就可以浇筑城墙了。有的，在城墙下的仓库内，把糯米和糯米粉都运过去，组织人手修筑城墙。是，将军。中王所6点18。将军，这是何物？好神奇！画的好真实，比最好的画师画的还像。先办正事，骑车把石灰粉运去城墙。将军，叶学士抓到几个细作，想往外传递消息，找人翻译了满文，上面写着城内有粮有水，请漠北王速攻城。
战家军只剩2万人，没有战马，没有好的武器，城内有水的消息一旦透露，蛮王定会攻城。这煤可是锻造武器的好燃料，比木炭更耐用。可惜这里没有铁石，亦没有青铜矿石，无法铸成兵器。不然军中将士的兵器可以重新铸造。是金刚！有了金刚，能打造新武器了！将军，这批金刚交给末将，我已在城中登记铁匠名录，有了碳和钢，马上就能打造武器。去吧，多组织些人手，人不够向百姓们征召。叶小姐，你买这么多粮食？南方水灾，我捐赠物资做慈善。你如果还有其他需要，打电话给我，我还能调来几货车大米和面粉。2万袋大米，3天时间。可以。叶小姐捐助洪灾区，皮筏艇和矿泉水、泡面、火腿肠、自热火锅，其实更加合适。这些物资我也能弄来。老板，我都要，你帮我调货过来，运到这个仓库。那我去联系人，调2万吨大米、1万吨面粉、3辆大货车的抗洪物资，3天后送到这儿。行。1800袋大米，400袋面粉到了，砖头、水泥也到了。我先传送粮食，你找个大的仓库存放。将军，清点完毕。大米20万斤，面粉2万5千斤，是真的，是白花花的精米，我们有救了。每天半斤米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军粮。能吃多久？回将军，按每人每日半斤米算，能吃21天。若是一顿干饭，一顿稀粥，可撑1个月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将军，神明又降下神谕了。3天后，我会送来200万斤大米、100万斤面粉、矿泉水、火腿肠、泡面、自热火锅。200万斤大米，我没看错吧？还有100万斤面粉，这是300万斤粮食啊！我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4个月，将军，这足够我们撑4个月。在粮食种出来之前，再也不会有人饿死了。感谢上苍，感谢神明，救我战家军于水火！传令下去，在百姓中征召士兵，但凡参军者，每人每月可得4斤大米、1斤面粉，即刻张贴告示。是，大将军。修筑城墙，打造兵器，即刻进行。选最精锐的士兵，3部1岗，看管粮仓。增派人手巡逻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一个奸细。末将领命。来得正好，一起吃。将军，我们吃过了，今天是蒸米饭，还有炒猪肉，太美味了。是啊，那米饭又香又软，嚼着还有甜味，一点也不卡嗓子。这些带回去给李叔。主力聚于城门正中，后方10万断我贿赂，若他们全力进攻，1日便可破城。我们加高城墙，打造武器已经来不及了。同学，同窗的意思吗？今天传送物品太多，累得够呛。回到家刚吃了饭，反而睡不着了，唠唠嗑呗。好，神明想同音聊什么？咱们聊聊镇关要如何突破防守。城内有粮，瞒不住的。今日征兵2万，连同旧部也不过4万兵马。4万对30万，人数差太多了。我会帮你想办法。既然征了新兵，可有军备？譬如刀剑、长直、低排、盔甲、弓箭，武器都有吗？刀剑、冷兵器，不对，要是他们有枪就好了。热武器对上冷兵器，那简直是妥妥的虐杀。可是国内禁止热武器，我买了会被抓去坐牢的。到时候谁给他们送物资？难道非去美丽国买？算了算了，先买点装备对付一下吧。4万人得要2.4个亿，这哪是买甲，这是要我的命！防弹衣，便宜的几百，好点的几千，能抵御枪击、刀剑砍伤，但这玩意儿护不住胳膊和大腿啊！小姑娘，你放心，我这盔甲真材实料，绝对不是那些 cosplay 的塑料货。口说无凭，你测试一下。看到了吧？剑都砍卷刃了，盔甲完好无损。我看你店里还有开了刃的刀剑，老板，用你家最锋利的刀砍你家的盔甲，立刻。
这不合规矩吧？万一都砍坏了……我订购的数量上万起步，你得让我知道你的东西到底值不值这个价。汉赤霄、唐磨刀、明艳绫，姑娘，我这儿什么都有，你说你想试哪个？唐朝磨刀。为了你这1万订单，我拼了！1000副，这单应该是黄了。老板，你库房里现在有多少现货盔甲？1000副，我全要了。5000一副，我要4万副。现在把你仓库里的1000副全部发货，今晚就发，我急用。真的，80开过刃的唐磨刀80块一把，不能再少了。成交，5000把磨刀，1000副盔甲，还有100秦弩和10万支箭，现在就准备发货，钱我马上付定金。没问题，2个亿的大单，我亲自跟车给您送过去。让神明忧心，是印的错，印定不会辜负神明，会带领全城百姓突围。神明睡下了，印不再打扰。我去帮你购买军备物资，买了1000副盔甲，5000把唐曼刀，100把秦弩。唐战刀是何物？秦弩也是，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武器，还不知道怎么使用。平板电脑传过来，我给你下载教学视频。你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作战，连鞋子都没有，这样的军备怎么打蛮族？等着我明天就去卖古董，给你们买布买鞋，全部换新的。是印错了，理所当然的享用，为父酬金，望神明原谅。印明日回到将军府，定会为您奉上足额酬劳。神明，您很善良，印明日组织百姓为您建庙宇，每日香火供奉。不用了，我不是什么神明，你叫我叶嬷嬷就行。不可，您拯救镇关10万人，便是我战家军和全城百姓心中的神。小姑娘，你终于来了！你不知道我等你的电话等了多久。跟你说，上次你送来的那尊9尊已经正式成交上去了。咱们的历史要补上缺失的篇章，正式加上大齐国了。这一切全都多亏了你啊！不说那些了，快，这次又带了什么好东西过来？快给我看看。这就是大齐国铸行的钱币，青铜质地，刀形形制，完全和野史记载对上了，错不了，绝对是大齐珍品。居然是铁铸币，你看这质地，这纯度，含铁量极高，足以证明大齐时期就已经突破工艺，用铁器替代青铜铸币。小姑娘，我看你这包里应该还装有其他东西吧？大齐国的竹简，带原生文字记载的竹简，世间仅此一份的至宝啊！太珍贵了，实在是太珍贵了，这是真正的历史见证。这字体偏向先前齐国古文，我认得。一位郑姓富商，常年在镇关经商谋生，不料天荒蛮族大举南下，围城入侵，被困镇关孤城，进退无门。妻子可携孝子改嫁谋生，不必死守，家中田宅产业一半留作孝敬双亲，一半留给孝子度日，以此为据，望家族族人见证。小姑娘，这竹简和3枚钱币我都要了，2个亿。可以，您尽快打款就好。5毛1斤，你这片瓜田我全包了，不止你家，这整个村子的我全包了。5毛，1斤5毛，姑娘，你全要？都别卖了，来大老板了，1斤5毛全收。那些鸡也装上车，活的。将军，是鸡，活的鸡！1年了，我终于又看见活物了。找个装武器的仓库，第一批装备马上就要送到了。宋卓，把最大的那个武器仓库清空，立刻，马上！将军，这盔甲、唐磨刀、秦弩，真的要到了。按他说的做，要快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好刀，金刚打造，锋利坚韧，吹毛刃断。将军，
我宋铎打造兵器一生，从未见过如此坚韧锋利的宝刀。昨日的神赐金刚已是世间罕有，但这刀，将军，这铠甲比我们大齐国最好的盔甲强上100倍。将军的剑断了，好甲，这是神赐的好甲。将军，这铠甲堪称绝世防固，倘若咱们10万将士人人手持陌刀，身披这重铠甲，别说南下的蛮族，就算是其余6国联军，我们也全然不放在眼里。只可惜铠甲仅有1000套，数量实在太少。啊！这是何等仙器！挑选几名精锐弓箭手，前往射击场试弩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这秦弩咱们有多少？100多，太少了。将军，秦弩对我军作用极大，可否让神明多赐下一些？你们只知索取，神明为我们采买2米军备，花费多少，你们可知？末将知错，末将愿奉上全部家财，求神明再赐秦弩。喂，王老板，是我。哎呀，叶小姐，您那批货还满意吧？那可是我们厂最好的工艺。尾款付了，我再追加一个订单。叶小姐，您要多少？4万副盔甲，5000秦弩，30万箭雨。清单我发你了，钱货两清，质量和保密你懂的。我懂。叶小姐您放心，您就是我的财神爷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绝对最高质量、最高保密。4万副盔甲，1万个盾牌，5000秦弩，30万支箭雨。感谢上苍，让印遇见神明，此生凡神明需要，印赴汤蹈火。万死不辞。不只有粥，今天还有西瓜。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。甜，我跟你说，我儿子去投军，昨天就领了4斤米、1斤面，还有盐，白花花的盐。真的？那我也让我家那媳妇儿去，手里有粮，心里才不慌啊。快，是战将军！叶将军赐粮，救了我们全家。老人家，不必多礼。叶小姐，您要的量大，我们厂绝对给您最优惠的价格。这几年市场不景气，您可是我们的大救星啊！先去库房看看货。您看，素色的、花纹的、棉绸、亚麻，都是制作衣服的上好布料。清仓价1块钱1米，8毛1米，整个仓库我全要了。全要了？可以，8毛就8毛，薄利多销，我们赚。叶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马上安排送货。我还需要能缝制衣服的各种针线，需求量很大。行，这我太懂了，叶小姐，包在我身上。对了，咱厂里还有个仓库，放的都是各种有微小瑕疵的布料。您看，5毛1米清仓给您，行吗？行。什么人？站住！是个哑巴，看他伤成这样，怕是有急事。救魏广！赵有才引蛮族入城。密道，来人，全军集合，去赵有才的窝藏点。还有信，将军是保命单。赵有才，他知道密道在哪儿了。将军，快往南30里大山下。田勤，带上最好的骑兵，跟我走。将军，他们进去了。进去。
将军带来了。有埋伏！有埋伏！堵住洞口，快！撤！镇关有粮的消息还是泄露了，这帮天杀的蛮子！将军，现在密道也暴露了，我们本就兵力不足，这要怎么守？将军，蛮族大军正在向城门压进，离城墙已经不足20里。将军，过去城门上多了那帮杂碎，慌什么？以前是一道门，现在是2条线。要是能堵住那个洞口就好了。怎么堵？天然洞穴，里面大的能跑马，难道用我们兄弟的命去填吗？将军，我们问问神明吧。是啊，将军，神明无所不能，一定有办法的。蛮军压境，密道暴露，急需封堵，否则城破人亡。我的2个亿还没送完，就想破我老家，等着，我帮你把那座山炸了。萧叔叔，我想买大量破炸药，您这边卖吗？你要拆迁什么大楼吗？咱们不单卖炸药，得去测量评估，才定制炸药爆破。炸药是危险品，售出都要有记录的。叔叔，我只要炸药，需求量大，能炸山体的那种。不行，你这孩子不是胡闹吗？叔，我市面上3倍价格购买。不行，叔不能开这个口子。叔，我这是救人的，不是做坏事。10倍，你就说卖不卖吧。你要是不卖，我就去买烟花爆竹自己搞。叔叔卖给你，但你要给我做个保证，不管你买来做什么，不能在国内用，不要弄出人命，后果自负。好。都是些残次品，本来要花钱销毁的，你全要了？对，全要了。多少钱？2000万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好，你付钱，连夜运走。我去公司备案，就说全部处理掉了。这个是炸药，一定能炸掉洞穴密道。切记，安装使用时注意安全，这玩意儿能炸死你们全部的人。这是什么神物？能移山？将军，若用此物对付蛮族，何惧30万大军，一发就能让他们魂飞魄散。是啊，有此神物，来多少死多少。宋初，和我去洞口，余下人守住城门。是。将军，洞内一切如常，属下已让人堆积逆材在洞口，并点燃了火。对方顾忌洞口火光与暗藏的防御，不敢贸然攻入。去山洞中央找个适合放炸药的地方，记住，每10步或20步放置一个。我们走得很深，快到另一头的出口了，这里可以。将军，这是我们的制胜法宝，开始吧。陈武，命秦弩队瞄准洞口，有任何活物闯入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将军。让人用火把点燃出口的引线，留长一点，点完立刻跑。其他人全部撤到5公里外，找背山处隐蔽。走。
军，不好了！罗葛攻城了，上万蛮军正在攻城。砍死这帮躲在洞里的臭虫！没人，头儿，他们人呢？就留一堆火在这儿，混账！耍我们！将军，让我去点燃引线，这是末将的荣幸。我倒！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了！小少爷，不好了，山塌了，我们进洞的1万兄弟全都埋在里面了。你说什么？战城印灭我1万人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你告诉我，城里到底有没有水和粮？小王爷，镇关被围大半年，按理说……别跟我说按理，不拿下镇关，我们的人马就要被耗死在这里，渴死饿死。到那时候，战城印的人养得膘肥体壮，我们拿什么打？我不管什么地龙翻身，3天之内，本王一定要拿下镇关。小王爷，您是说城内真的有水？小王爷，正因为城内有水，我们才更要从长计议。这战城诀的水和粮是哪来的？有多少藏在哪儿？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，不可莽撞啊！您看，城墙又加高了，我们的工程车够不着了，得重新打造。从城门硬攻，那是拿兄弟们的命去填。确实矮了。所以我们先行撤退，命人加高工程车，再探明虚实，届时一举拿下，方为上策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先行撤退，传令，退兵！退兵了，蛮族退兵了！退了，退得好啊！他们再不退，咱们的炸药就该送他们上天了。没错，山洞里那些蛮兵，这会儿肯定都被埋在山里了。痛快，真是痛快啊！痛快，真是太痛快了！咱们一兵一卒都没损失，就把那罗哥吓得屁滚尿流，可不是嘛！你们是没瞧见他们跑的那个狼狈样，跟丧家之犬似的。怎么样，爆破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蛮族退兵了。哼，就退兵了，伤亡怎么样？多吗？无人伤亡。既然无人伤亡，蛮族怎么退兵的？山体被炸毁，蛮族被神威所慑，已经退兵5里外。今日大家都很高兴，许久没有如此畅快过。神明，纯代表战家军感谢您所赠的炸药。等着，给你们点宵夜，送啤酒，咱开庆功宴。神明，今夜要和将士们守夜，不必了。非常有必要，你先听我说，立刻找一个空旷无人居住的房子存放炸药，周围不能有一丁点火星子，不能温度过高，否则方圆100米会炸为平地。将军，怎么了？神明又降下什么神谕了？是啊，将军，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太好了！我还想如何向神明求炸药，他竟然主动送给我们。将军，如此杀人之气，蛮族再次攻城，咱们也有多一层依仗，能把大山炸毁。如果是炸人，岂不是死伤更多？找个空旷小房子，记住，周围5里内不能有平民，找几个信得过的亲兵在周围巡逻。
太好吃了！开始吃吧。真香啊！天上龙肉也不过如此。神仙过的什么好日子？咱羡慕死了。所以，每人拿一瓶，用冰冷的一柄短剑。好喝，解渴。可乐，名字倒是有意思。咦，有甜味的，很清爽。我尝尝。真畅快啊！哇，这么多酒！每人分一瓶，不要喝醉了。好酒，够味儿！好久没喝过这么烈的酒了，太烧了，好烈，好辣！要不是有神明，我儿子早就饿死了，饿死也不能丢，还得喂养家人。现在我儿子长肉了，每天都期盼我回家，给他带好吃的。我的命从今以后就是将军和神明的，将军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是啊，我2个女儿眼看就要断气了，要不是有盒饭，他们活不到现在。将军，我陈武敬你，为出来时对你的鲁莽道歉。我想回京城，不知道母亲有没有粮食，我想她了。本将军定会平安送你们回京。有神明赐予的炸药和秦母，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水，我们一定会赢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有神护佑，一定会赢。今日我陈武在此立誓，不杀光蛮族誓不罢休，否则对不起神明赐予的粮食。不杀光蛮族誓不罢休。来，喝！风吹沙，月莲花，千古佳话。似水中月，情意这镜中花。加油，我的少年将军！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？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与月来闲暇。要你成全，我哭诉情爱当竹马。叶小姐，还要粮食吗？要，你继续钓米来。好嘞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叶小姐，要缝纫机吗？那种脚踩的。我客户厂里有一批淘汰货，100块一台，还有10几箱针头，全部只要2万块。麻烦你让老板运过来，多的钱算辛苦费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风吹沙，月莲花，千古佳话。似水中月，情意这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梦桥月下。谁在弹唱？准备能装下100万斤粮的大仓库，又100万斤，那就是500万斤。开家古道旁，我与月来闲暇。要你成全，我哭诉情爱当竹马。天哪！粮食，是真的粮食，300万斤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将军，4个月内，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神明同步直言。将军，徐怀将军和京城的加急密报。这个老匹夫，
以前跟他借兵，他置之不理，现在知道我们有粮，就说愿意出兵，条件是要200万斤粮食，他怎么有脸来要饭的？还有小皇帝，让我们务必护好粮食，至于城破不破都无所谓。嘿！这又是什么？从未见过的东西。将军，这米用水就能泡熟，无需生火，只需用水泡就能蒸熟的大米饭，还带菜包。将军，这对行军作战、长途奔袭有大用啊！程武，拆开试试。开了，水真的开了！哇，好吃，菜味道浓郁，竟然还有肉块。成了，这绝对是行军打仗的利器。把这些都搬出来，修仓库存放。找个大仓库，空置民房也行。我送大量布匹，给士兵们做新衣服。将军，怎么了？不是布匹，神明赐予布料，太及时了。咱们的士兵最缺的就是这个。将军，我家后院大，能放布，放我那儿吧。放在空置民房里，还得派人看守，提防被偷。放我家，最少我夫人和管家会看着。可以。记住，外面的红皮不能吃。多谢将军，带孩子们去厨房煮面。将军，后院请。就放在这儿吧。夫人，去把门关上。努力吧，用琵琶梦敲月下，谁在弹唱？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这就是贞观有粮的秘密。将军，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妾身一个妇道人家，只怕不妥。将军信任你，还不快谢谢将军？多谢将军委以重任，妾身会尽力的。夫人不必多礼。之后还需要夫人组织全城会针线工的女人，为士兵赶制军服，可向全城招募。但凡来制军衣的女子，每日包2餐吃食，每人每月能领3斤大米、1斤蔬菜、1小包食盐。将军放心，由此后代招募之事易如反掌，妾身定会按时赶制出军衣。院子里的布匹只是1/3，明后天还有。夫人选几匹布，给家中孩子和仆人换上新衣。将军，这使不得，布料都是军用之物，妾身怎能私拿？拿几匹布，不打紧。将军，将军，神明赐下粮食的布粒，是我镇关的大恩人，我陈奎无以为报，理应供奉。这些珠宝，还请将军全数转交给神明。他定会喜欢。有心了。这是陈奎将军和夫人送与神明的供奉，望神明欢喜。神明回话了。陈奎将军家人口多吗？有5个孩子，1妻2位妾室，30多仆人。那你等我几分钟时间。神明又要赐宝了。夫人，快去给将军沏茶，最好的茶。夫君，家里的钱财
就那么没了，你为何还如此高兴？听为夫的，快去便是。这是眉笔。这都是啥？给孩子们送些零食、书本、纸笔，给夫人送水乳霜套装，每日早晚洗脸后均匀涂抹，能令皮肤变白、光滑细腻。口红是口纸，拧开就能用了。腮红就是胭脂，夫人应该会用。这就是口纸、胭脂、纸，这么多雪白的纸，这可是比黄金还贵的奢侈之物。深恩浩荡，妾身无以为报。将军，城墙来报，蛮族在城外10里地驻扎，没有进攻，也未后退。他们在等一个契机。听说罗葛带了巫师，靠卜卦攻城。末将也是这么想，被动防守太窝囊了，若能出城就好了。去找几个聪明的兵来城楼。做什么？学习如何买炸药。您是说买炸药炸死他们？夜晚从城门小路出去，埋在他们攻城的必经之路上。好，此法妙极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将军，大齐国来信。咱们和齐国关系不睦，他们来信做什么？将军，信上说什么了？他娘的！我就说月红这次怎么会来信，原来是打听到咱们城内有粮有水。若镇关被破，下一个就是他大齐。他作弊上官也就罢了，还想趁火打劫。将军，此子居心不良，咱们可不能上当啊！连齐国都知道了，怕是楚国也知道了。给岳红回一封信。这，将军，将军，这事您可不能犯糊涂啊！小皇帝是混蛋，但先皇对战家军恩重入枕，大不了等班师回朝，咱帮你干掉苏丞相，但绝不能投敌啊，将军！我父辈世代为齐国效力，不会投靠齐国。那您回信时，你修书一封给岳红送去，让他带人前来投靠我。一个兵每月领6斤大米、3斤面粉、1桶油、1包白盐，他来多少人，我就收多少兵。好，这个主意好啊！狠狠地羞辱他。将军，这么一来，咱们有粮食的事儿，岂不是不攻自破了？消息是瞒不住的。为了粮食，你说楚齐两国会不会派兵来驱赶蛮族？会。天下大旱，粮食比人命金贵，他们会。他们会为了粮食和水，合力驱赶蛮族，然后两国再打一仗，赢的人攻城，抢我们的粮食。这引狼入室，所以还是得把水搅浑。你再修书一封去楚国，另外在大街上张贴告示。告示写什么？战家军征兵，凡来参军者，每人每月能领6斤大米、3斤面粉、
1桶油，1包白盐，另添1斤肉，2斤菜。好，好，末将这就去办。哈哈哈哈。战程序，蛮族退了吗？您好，库存只剩下15000套了。全要了，180一套，现在就给我装车发货，定金我马上付。没问题，马上安排，货车连夜给您送过去。您好，您好，您要5万双，我给您出厂价18块。我厂里货足，除了黑、青灰，还有很多带花样的新款，给您一块装上。可以，颜色多点更好。现在就装车，明天下午我必须见到货。您就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老板，连车带瓜60吨，进仓库卸货。就不撒抱有我俩，不停地猜，又不能一卦，其实祸福还是得继续这是神迹啊！学习安装炸药的士兵怎么样了？回将军，看是都会了，但还未实操过。如果都会了，天黑后让他们穿上夜行衣，出城埋雷。是。血。好东西。哈哈，这双我要了。我说，你小子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总共就35双鞋，将军都还没选，你一个人就拿了4双。这些首饰全数献给神明。女款40，男款60，要最贵的。袜子200双，就要我穿的这种。最新军备物资清单，还有这些，多送些来。将军，这首饰您收下，那100双鞋、200双袜子的事儿，这家伙一盒首饰就敢提这么多要求，还顺走我府上的糖果，得加钱。没问题。庄军师，留下吧，蛮族何时攻城？将军，蛮族军师刘伶是我师弟。此事我早已知晓，直说无妨。师弟刘伶痴迷占卜之术，想知道他们何时攻军，只需让术士卜算一卦。消息准确吗？准确的，将军。世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。来人，选术士。2位卜算一卦，这几日何时最适宜攻攻？算得准，奖大米1袋。回去时，每人可带走1个西瓜。将军，是今夜子时，卦象显示正是今夜子时。陈武，末将在。现在让人准备埋雷。弓箭手就位，城楼每个垛口送200筐煤球，一旦敌军工程车靠近，就给老子往下倒，烧光他们！若是卜算出蛮族今夜子时攻城，尹不知结局如何。若死了，对不起，尹再也无法偿还您的恩情。来世愿当牛做马，以报答神明救助之恩。这盒首饰是皇家御赐之物，
小将军莫凡请求神明赐予100双鞋，200双命，保重了。咦，那是什么？发了，这可比上次那俩酒堂还值钱。不过是100双鞋，200双袜子，就换来这种级别的古董，这买卖赚翻了！差点忘了还有这个。思念远方牵挂，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李。什么？今夜攻城遗言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死？不，他不能死！我不想让他死！有了，这或许就是转机。古代以少胜多战役。火牛阵，你们那儿没有牛，但蛮族有马。你要鞭炮，我马上去买，挂在他们自己的军马屁股上，就算不能打退，也能让他们自乱阵脚。这是什么神物？能移山？牛屁股上挂鞭炮？此法匪夷所思，却又大有可为。你要鞭炮吗？要。只能战胜虚名。此话当真？是将军。那浑子说，城里有2条商人为躲税挖的密道，分别通向南北2个方向。好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这魏广有大用。将军，蛮族主力在东面，南北2翼防守必然松懈。穿上蛮族军衣，骑马从密道出去，可直奔他们的马厩。将军，此事交给我。陈奎听令。末将在。多带马料，注意安全。事不可为，先行撤回。人的命比马重要。应该够了吧？这都第8家了。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金烛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红桥月下。思念远方牵挂，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。要平安回来啊！